Police officers. Please stay where you are. Please.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2024年4月22号，英国警方正在抓捕一名逃犯。破门而入之后啊，床上躺着一个中年大妈。Yeah, put down. I want him. Juno present. Your glasses. Hello. Is it Zimin Kian? 这个中年大妈神情非常慌乱呐，整个环境也不太好啊。然后问她姓名，她吭吭哧哧，英语也不太好。Zimin, do you speak English? I need help. Okay. Well, take a deep breath. My name's Stacey Woods. Yes, Isabella Grotto from Met Police. Okay. We believe you're Zimin Kian. Okay. You're under arrest. You're going to be arrested for money laundering, Section 329 Proceeds of Crime Act. 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大妈，就是中国警方和英国警方苦苦追寻6年的一个国际通缉犯，他的名字叫钱志敏。别看这钱志敏啊，其貌不扬啊，他可有点来头啊。他在中国呢，通过传销的方式啊，一共诈骗了402亿，受害的人呢有12.8万人，很多人都倾家荡产。他也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洗钱案的犯罪分子，涉案金额呢是50亿英镑，50亿英镑一折算下来400多亿人民币啊，把整个英国的办案警察都给搞得有帮惊诧了啊。同时呢，他也被币圈的人称之为比特币女王，因为呢，他手上一共有19万枚比特币，19万枚比特币，大家都知道，整个比特币总数量就是2100万枚，他一个人拿了19万枚，差不多占到了1%。那这1%的比特币啊，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呢？我给他算了一下啊，现在比特币超过10万美元一枚啊，这些钱差不多值人民币1300亿人民币。那在福克斯排行榜上，如果在中国啊，他都排得上号。他呢自己啊在日记里就讲了，他这些比特币他准备干什么呢？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他说他准备啊，这个45岁退休，过上那种啊，豆浆买一碗倒一碗，吃油条吃一根扔一根的生活。同时呢，他准备在欧洲啊买一个国家，小型的微型国家。那个国家呢，就是那种没有人承认的国家嘛，但是可以自己发护照。他都地点都看好了，在欧洲哪个多瑙河附近呢？说面积有7平方公里。他买下来之后呢，准备重建一个数字帝国。他在这数字帝国里头啊，他当上这个数字帝国的国王。看这计划，确确实实啊，给人感觉有点乌托邦啊。但是你别看人家这个乌托邦的计划啊，人差一点就实现了呀。你想想，1300多亿人民币啊，那在欧洲买了7平方公里也不难嘛。但是就是这位比特币女王诈骗的天才啊，在今年的11月11号，在英国伦敦的法庭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1年08个月，罪名就是洗钱罪。他真的是退休了，但是是以这种方式退休了。但是我个人觉得他的传奇的犯罪经历啊，跟这个大时代的变化，真的还是非常值得一讲。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诈骗女皇、比特币女皇钱志敏的故事啊。这钱志敏啊，出生在江苏的如皋，他的前半生啊，大家对他的经历啊都不太清楚啊，而且呢，看起来也是默默无闻。2013年的时候啊，他在合肥这个地方创办了一家传销公司，叫香港什么什么科技有限公司啊。这家公司搞什么产品呢？就搞那个茶油的这个传销，2600块钱一份。然后呢，你可以发展下线，发展下线呢，我就给你提成。然后你这个买了这个茶油呢，我每天还给你提成。他这个人呢，当时啊就已经很有犯罪的这个嗅觉了啊。他没用自己的名字注册这个公司，他是化名叫李霞，同时找了一个姓赵的人给他当副总。所以1年之后啊，他这个传销公司啊，他被查获了。查获之后，由于他用了李霞的名字呢，所以呢他就跑掉了。这个赵总被抓住了之后，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那从这个经历大家可以看出来，这钱志敏啊，在2013年之前的经历绝对不简单。他能够想得这么缜密啊，搞一个传销公司，然后呢，他用假名来开始搞这种活动，对吧？他2014年啊被查获之后呢，他就跑到了天津，又成立了一家传销公司。
这家传销公司他搞完之后呢，就开始搞比特币。他呢第一次接触比特币呢是2012年啊，他当时看到比特币暴涨啊，他就觉得比特币这东西是个好东西啊。比特币大家都知道啊，2009年一个叫中本村的人，哎，他搞出来的啊，要通过在网上挖矿，挖矿之后呢，哎，来挖出来啊。比特币呢一共有2100万枚，一开始比较容易挖，越到后来越难挖。刚开始在2009年的时候，比特币呢是1300枚比特币啊才能换1美元。但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啊，这比特币就涨到了1美元1枚了，2年的时间涨了1300倍啊，这也不得了啊！2012年左右啊，这比特币啊已经涨到了100-200块钱人民币。消息传到了中国，很多中国人闻风而动啊，就开始投资比特币。就在这个时候，钱志敏啊敏锐地感觉到比特币这东西有投资价值，但是他没有钱呢，他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搞传销公司。2014年，他不是到了天津吗？开始搞传销公司了。他呢，通过设计了一个传销体系，说啊，你们现在只要投资，我们搞的这个产品叫有名有利啊。你比如说，你投资10万块钱，我每天给你返200块钱。如果半年以后呢，我每天给你返400块钱，那这个投资回报率多高？都这个，咱买100个单子，讲那样奥迪，奥迪车。从10月7号到现在，我的每月收入都在6-7万，我的总共的业绩已经每2个月挣了14万7，将近15万。但是现在回想一下，这2年以来，我们总共投资了110万，现在说翻了100倍以上是已经有了。最低是1年100%，然后呢，最高的1年300%。按照他这个10万块钱那个投资，我看了一下啊，13个月就能回本，那就是年化收益率100%嘛。同时，你比如说你是大客户，你要投资600万的话，每年给你分红200万，然后呢，将来这个公司上市以后啊，还能给你发一些比特币啊、泰达币啊等等啊、多特币啊，就这些虚拟货币啊。他就用这种方式吸收公众的存款。公众的存款来了之后呢，他让大部分钱啊，他就返还给公众了，要支付高息嘛。然后呢，少部分钱他拿来，比如说他买自己的不动产，据说是花了9000多万。然后呢，又搞了这个一些钱买珠宝，那女的嘛，有了钱以后喜欢买珠宝啊。他陆陆续续从2014年到2017年3年左右的时间，一共非法吸收了402亿人民币。这402亿人民币啊，后来就被这个有关部门啊，就审计呢，它其中341亿呢，它都以各种利息啊返还给这些投资人了啊。剩下的钱中间不是有1亿买了珠宝吗？1亿买了不动产吗？还有2.1亿啊，那公司运行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他搞的一些假的东西啊，说什么搞什么生命环啊，这街边啊投资了1.2亿，都是骗人的啊，还搞了一些假矿场啊，然后吸引大家。他给公众当时就说，现在比特币这个东西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来投资。但是你们就不能投资，为什么你们不能投资呢？因为比特币这东西啊，风险很高啊，这个你们不懂啊，我们懂啊，所以你们应该把钱给我，我们给你搞了一个投资项目，这个叫什么生命环1号啊，或者说什么的生命环2号啊，这东西，然后我们专业的人帮你来投资，你就直接拿回报就行了。这个钱志敏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啊，他只是专科毕业，但这个人情商非常高，口才了得。他在公众打交道的过程中间很谨慎的，戴着口罩啊，然后呢，进场之前忽悠那些大爷大妈的时候啊，都不让这些人带手机，怕别人跟他拍照啊，然后在现场就能够把区块链、虚拟币，包括国家的宏观战略、养老，通通组合在一起。据说有一次在北京啊，他给他讲这些项目的时候，很多人把他的连人带椅子就直接抬起来了。讲完了之后，很多大妈当场就刷卡，咵咵咵，在那个地方直接买他的理财产品。所以就在3年左右的时间，他一共就搞了402亿。这402亿，最后他从2014年的6月份就开始买比特币了啊。最开始他在火币网上花了1.8亿人民币啊，买了10万枚比特币。当时比特币价格比较便宜嘛，你算一下，1.8亿买了10万枚啊，1枚比特币大概就是1-2千块钱吧。后来他这个账户里头啊，一共陆陆续续这比特币的数字就积攒到了14万枚左右。他自己立了一个雄心壮志，就是要拿到比特币1%的份额，也就是21万枚。
后来到2017年的1月份到6月份，他又通过场外的方式啊，花了4.8亿啊，买了这个51000枚比特币。这些比特币加在一起，一共是19万枚。但是他这个比特币啊，他买完之后呢，不是一直在增值吗？他每天在算啊。然后这个时候呢，2017年的1月份啊，当时北京电视台就报道了一篇文章，就质疑他这个投资，说你什么投资项目啊？你一年年化收益率可能达到100到300，肯定就是一个庞氏骗局。英兰特人格瑞这么一个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么一个产品啊，什么智能环啊，什么老年环什么的。您是什么时候签的呀？11月29号。您一共交了是多少啊？10.8万，刨去13个月这点东西后，再返我们恨不得几十万的利息。我问你，有这可能吗？网上说了，比尔盖茨世界首富都不会返你这么一个钱，你自己动脑子想想。老百姓我承受不起。因为我这点钱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不多，但是也不少。因为是我爱人3年辛辛苦苦不吃不喝，我6年不吃不喝的情况下挣来的，我不可能轻易让这种骗子把我这点钱骗回去。因为怎么说呢，拒绝高息利或抵制非法集资。但是这个节目播出来之后，他就有点小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后来买这个51000枚比特币的时候，就是在2017年的1月份到6月份这几个月集中买的。然后在2017年的4月份，天津市就对他进行立案调查了，他当时还不知道呢啊。7月份的时候就对他的公司查抄了，一查抄，结果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兑付了嘛，这个时候呢他就跑了，拿着一个笔记本，联想的笔记本啊，这笔记本里头呢就全部是他比特币的那些密码、钱包。他跑怎么跑的呢？其实也挺低级的，坐着摩托车从边境里的穿行跑到了缅甸。我一直觉得这个钱桂敏这个人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啊。他逃跑的时候啊，那时候比特币的价格啊，已经涨得很高了。我查了一下啊，2017年他逃跑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已经是4000多美元一枚了。4000多美元一枚，他手里的比特币也差不多值10亿美元了。这10亿美元的比特币，他带着一个笔记本就开逃，但是逃跑的方式呢，是坐着摩托车穿过了中美边境。此时此刻，据说他都没出过国，也没有其他国家的护照，他真的就是一个对比特币有坚定信仰，但是又是非常土的这么一个人。正常人骗了这么多钱，搞了这么多钱，肯定在境外早就有护照了，肯定就把资产很多都转到境外了。但是你比如说钱志敏，人就是一个笔记本电脑，在国内买了点不动产，境外就没有资产，穿行跑到缅甸的时候只有中国护照。跑到缅甸之后呢，他第一步先买了一个缅甸的护照，买完缅甸的护照之后，从缅甸飞到了泰国，从泰国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买圣吉茨的护照。这圣吉茨嘛，大家都知道加勒比海那几个卖护照的国家啊，25万美元一个。买完25万美元一个的圣吉茨护照之后呢，他呢就买了一张机票去英国，也就在2017年的9月26号这一天呢，他跑到了英国。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呢终于查清楚了，他因为搞传销公司的时候，他的化名啊，他叫花花，叫花总。中国警方也不知道这个花总是谁啊。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查清楚了，这个花总就叫钱志敏，于是就开始通缉他了。但此时此刻呢，他已经躲到了泰国。9月26号这一天，拿着一本叫张雅迪的这个护照进入到了英国。到了英国之后，那你想想，这个时候他比特币10亿美金啊，花不完的钱呐。所以到了英国之后，他住到了5星级酒店，马上就开始招助手，因为这个人不懂英语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碰到了他在英国的一个助手，叫做温简。温简呢，在英国啊已经去了很多年了，生活一直不如意啊。在英国嫁了一个丈夫，结果她丈夫呢，据说控制欲非常强，生了一个孩子之后没几年，两个人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这温简呢在英国还读了一个学位，她在国内是学法律的，在英国还读了一个经济学的学位啊。但是呢，英国就业也不是特别容易啊。最后他就把孩子送回到中国，他自己呢在英国的餐馆里头给人送外卖。据英国的报税记录显示啊，他一年才1万多英镑的收入。当然这肯定不是他全部收入啊，1万多英镑在英国也活不下去。我估计他就很多啊给他的现金，但是肯定属于低收入者。他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当时啊遇到这个钱志敏之前，他都跟别人拼房在睡，一个人住不起这个单身公寓。
当时这钱志敏呢就在华人的那些群里头啊说招助理，然后他呢就打电话去了，就在一个5星级的酒店里头就面试。这钱志敏一看他就很满意，也是个女的，也比较放心，说1个月给他4000英镑。温简呢就成了钱志敏在英国的助理。钱志敏当时跟温简说啊，他是一个搞珠宝生意的，很有钱，然后呢还有一些比特币的挖矿啊，所以手上有很多比特币，就让温简就帮他在英国处理一些事情啊。处理什么事儿呢？首先是搞一些奢侈品的消费啊，他在全欧洲飞行啊，买各种各样的奢侈品，12万英镑拍出来，直接买2块手表。然后在英国租了一个公寓住，这个公寓啊是1.7万英镑1个月，你想想那是豪宅啊。然后那个温简也是个单身女性，也搬到这个豪宅里跟他一起住了啊，2万多英镑买了一个奔驰汽车来代步啊。哎，买了这些奢侈品之后呢，这钱志敏呢就想在英国买房子。中国人喜欢买房子啊，你甭管他是黑道白道的，你甭管他是共产党员还是这个腐败分子啊，挣了钱之后都喜欢买房子。这钱志敏也不例外啊，到了英国之后也想买房子。正好这时候呢，哎，英国有一个人呢，他好像是创投公司的，他呢就在网上打广告，说他这手上有一个豪宅，这个豪宅2350万英镑，但是只能用比特币支付。其实这个人呢，他知道在英国的法律条件下，用比特币支付并不是那么容易，或者说基本实现不了吧。但是他宣传用比特币支付，一下子实际上是做了一个营销，很多人就找他，你这个为什么要用比特币支付啊？我手里头可能有比特币啊。有些人就问，他就把这些人发展成客户了。但是这个广告呢，就吸引了钱志敏和温简的注意，他们就去看了，觉得这个2300万对他们来说不是个事儿，就想买这个房子。那人这个卖主就跟他说了啊，比特币不太行，你得把比特币换成英镑，我们才能卖给你。结果这温简跟钱志敏这2个人也不太懂啊，人就介绍了在英国买房子不是互相转账啊，是双方的律师团队来转账，就是你的钱转到你的律师团队，你的律师团队就转到对方的律师团队。然后人家的卖家还给他介绍了，就是说你去找这个合规的律师团队。这律师团队呢，一般来说要做2件事情，帮你审核你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同时帮你完成这不动产的购买。这温简呢还去跟那个律师团队去接触了，帮他来做审计。他就讲他的老板比特币都是挖矿来的，然后呢律师就帮他审计啊，就给他账上转了85万英镑。但是这85万英镑，律师在审核的时候发现根本不是挖矿来的，这钱志敏也没办法解释他的钱是哪来的。当然这中间他们还去在英国看了很多不动产呢，都想在英国买房子买大庄园呢。后来人那个律师团队就觉得不对劲儿，就给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个可疑资金来源的报告，向英国的政府，政府就把这个转到了英国警方啊。这85万英镑是笔大钱呢，英国警方就围绕钱志敏开始进行调查了。2018年的10月份，英国警察怀疑就是这个钱志敏呢是洗钱，就突然袭击了他们家。Hello, madam. Appreciate you're in bed. I've just got to record down your name, if that is all right. So, what's your first name, please? Yadi Zhang. Oh, right. Okay. So you don't normally live here. Yeah. And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is your country? Shengiz anyways, Iceland. Shengiz ST. 当时他也在躺在床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视频啊。英国警方的执法记录仪进在房间里头，这钱志敏躺在床上。这钱志敏就确实喜欢躺在床上，可能这个身体也比较胖啊。但是他自己呢，过去的确受过伤。他在国内搞传销的时候啊，他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出车祸，他的司机当场被撞死了，他自己呢腿也受伤了，所以腿脚不太方便。你看警察在现场就问他，他说他叫张雅迪，是吧？当时英国警方啊，并不知道这个张雅迪就是钱志敏。因为中国通缉了之后啊，上了红色通缉令嘛，但英国警方呢不知道这个人就是钱志敏呢，大家就问你这钱哪来的，然后就开始搜查他，当场扣留了他的笔记本电脑。然后呢，英国警方也没有逮捕他啊，就把这笔记本电脑就给带回去了。带回去之后，这英国警方一查，这笔记本电脑可不得了，这里头有一个钱包里头竟然有51000枚比特币啊！
51000枚比特币。2018年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最高值已经涨到了15000美元一枚，也就是10万人民币一枚。你想想，51000枚比特币其实已经值50亿人民币了。所以英国警方就觉得，马上开始调查这比特币啊，就把这些所有的账户啊就都冻结了。因为比特币的可以交易给溯源嘛，就把跟这个关联的账户也都盯起来了。这钱志敏呢，看着英国警察找他，他就害怕了，他连忙他就跑了。后来英国警察回过头来再去找钱志敏的时候呢，钱志敏已经消失了，从此人间蒸发。一直到2024年的年初，这个时候啊，钱志敏才重新进入到英国警方的视野。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呢？他当时的那比特币的账户啊，不是已经冻结了吗？英国警方都在盯着呢。结果呢，英国警方在去年的2月份发现有一个关联账户有8.2枚比特币啊被转移了，转移到了一个叫林成福的这个账户。英国警方就不对，赶紧查这林成福是谁呀？一查这林成福啊是个马来西亚人，而且呢在英国，所以英国警方就怀疑说这个钱志敏啊很有可能还潜伏在英国。于是紧接着就开始拉网式的查呀，因为你查到了林成福，对不对？就怀疑林成福跟这个钱志敏有关联呢。一查就发现了钱志敏的行踪，一开始在苏格兰一个湖边的小木屋里头，然后呢又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很快又转到了约克郡，一个农村的郊区的民宿里面。英国警方马上开始准备收网，于是就在去年的4月22号。英国警方就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乡村的民宿里，把这个钱志敏一下子抓到。Police officers, please stay where you are. Please. Boot that one. Police. Police. Where you are. 大家可以看一下钱志敏啊，就是当时被抓获的镜头啊，就是这样。钱志敏被抓获的时候啊，据说这警察就是在他那个运动鞋的那鞋底下有个暗袋，那暗袋里头呢，有一串这个虚拟货币的密钥。后来这警方就问他，你这是不是比特币啊？最后他就承认了，这个比特币值6700万英镑，又抓到一批比特币啊。后来啊，就是这个钱志敏被抓住之后呢，他呢就是面临在英国要审判嘛，因为他触犯了英国的洗钱法。英国的法律啊，对洗钱呢，它规定呢比较严格，就是你这钱只要是来自于犯罪的所得，不管你是买成了比特币啊，你还是买成了房产呢，你还是买成了股票啊，这都叫犯罪所得，哪怕是转换成了其他的资产。所以，其实这个钱志敏的钱呢，在英国的法律条件下都叫犯罪资产。然后呢，英国对这个比特币转换成英镑等等，它都有跨境的钱的汇款都有很多规定，所以它明确触犯了英国的洗钱法。这钱志敏被关起来之后呢，据说他在监狱里头每天以泪洗面呐。那他在欧洲想购买帝国的这个情况啊，也都失败了。后来就警察也搞清楚了，他从英国第一轮跑掉之后，先是躲在了欧洲的一个国家里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就找到了个林成福。林成福是个马来西亚人呢，马来西亚人就成了他一个新马仔。马来西亚这个林成福呢，又给他找了4名华人，都是马来西亚籍的，从马来西亚派到英国。我觉得这个钱志敏也挺有意思，他对英国好像情有独钟。然后他在欧洲躲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英国去了。林成福给他找的这4个仆人呢，就在英国替他服务，给他保洁呀、做饭呐、当保镖啊。然后这4个人呢，平时啊，说出门的时候都不能有 WiFi 啊，然后都不能有其他的中国的这些 APP 啊，然后呢，随身的证件都必须带齐啊。警察如果找到他们的时候，千万不能暴露他住在什么地方。其实这几年他也都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虽然很有钱，大家都知道他的比特币啊，19万枚比特币，按照2024年算的话，大概值差不多190亿美元呐，折成人民币1000多亿人民币啊。那你想想，按道理来讲，那应该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吧？但是由于他是一个国际通缉犯，每天过着其实是颠沛流离的，都只能找那些没人地的、没人住的那种民宿里去住，还得频繁的搬家。我看那桌子上还有泡面呢。其实你看，生活过得也挺苦的啊。然后他也不太注重身材，你看吃的也挺胖，
一看就经常吃垃圾食品。在法庭上他就辩解，一开始他不想认罪啊，他说他是一个比特币的投资家，他就是很早就搞比特币投资，然后呢，中国政府对他进行迫害。他说如果给他引渡回中国的话啊，那他有可能受到中国司法的严厉处罚。但显而易见，他其实就是个经济犯罪嘛。中国警方跟英国警方在这方面还是合作的挺好的，虽然说中国和英国之间没有司法引渡协议啊，但据说在他审判的时候，中国警方已经原计划派警察到现场出庭作证，还带了10几个他在中国传销的受害者准备出庭作证。但是就在今年11月1号开庭的时候，他突然选择认罪了。为什么认罪呢？就是他的2个助手，一个是温检，其实已经认罪了，还有那林承福已经认罪了。英国的法律也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所以他最后跟律师商量完之后，就选择了认罪。英国洗钱罪啊，他这起刑点呢是10年，最高可以判14年。后来由于他认罪了，最后呢从13年减刑了10%，判处了11年零8个月。法官在法庭上就厉声指责他，说你啊，其实啊就是充满了个人的贪婪。你明明当时有钱偿还这些受害者，你也没有拿钱去偿还，相反，你处处以自我利益为核心，然后呢，机关算尽，无视法律，最终就判处了他的有期徒刑11年零8个月。据说47岁的钱志敏在法庭上拭泪啊。在法庭上，据说有一个记者长得挺像她的男友，她男友姓赵，她以为她的男朋友在法庭上过来看她了，殊不知她的男友在国内其实已经在监狱里头关着呢。这钱志敏啊，现在啊在英国，他要服刑啊。按照英国的法律规定啊，他服刑1半以上的时间之后就可以假释了。假释在英国呢，就在社区里头继续监控。但是呢，由于他没有英国的国籍啊，他可能会就直接进入到移民监狱，面临遣返递解程序。遣返递解呢，那有2种选择，一种递解到其他国家，另外一种就直接递解回中国。回中国的话，他其实在英国审判的仅仅是洗钱罪，在中国的传销罪，那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没审判呢，所以他将来回中国，搞不好呢，也有可能还会面临2次审判。当然了，中国和英国之间如果谈成了，他的余罪被免掉，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讲完钱志敏的个人故事啊，我想讲讲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啊。有些人呢，看完这个故事就讲，说钱志敏，你说啊，2017年警察查抄他，然后呢，他的资金链才断了。那警察不查抄他，那人现在都1000多亿了，1000多亿，其实他这个模式还可以继续吗？那他算不算是一个合法的生意呢？因为2017年的背景就是中国政府整治所有的虚拟货币的交易，把国内境内的比特币的交易平台都关了。那给人感觉，如果当时不是中国政府出手，那人家这个真的能当比特币女王啊！你想想，他的比特币投资啊，在2014年开始买，翻了几百倍啊！他当时给那些人年化收益不也就300%吗？其实这个观点呢，我看完之后我觉得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国际上其他国家也有人正儿八经投资比特币的。你比如说把比特币做成 ETF 啊，你收一点手续费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是个传销体制，它其实跟那些人宣传的这东西都是无风险的，都是债。而且呢，我们不能假定啊，比特币啊价格就涨那么高，因为他自己在2018年的日记里，他就讲他人生的规划。他说到2019年的时候，比特币要涨到6500美元一枚，然后呢，到2020年的时候要涨到这个8500美元一枚，我卖出去1500枚，然后我组建自己的团队。2021年的时候，他说以后要涨到4万到45000美元一枚，这个时候他就准备退休了，然后就在欧洲买一个国家当女王，对吧？事后看，其实比特币的价格涨得比他预期的还要高，但是关键是，其实他拿到这些比特币，他也没打算给那些人偿还。2019年有风声的时候，他自己不是端着比特币就跑了吗？所以他的整个的传销设计模式仍然是一个诈骗体系，仍然是一个传销体系。尽管是他最后诈骗来的钱11.8亿买了比特币，变成了1000多亿人民币，他仍然属于诈骗。但是这个案子啊比较有意思，就是啊，
他现在英国警方一共扣留了他51000枚比特币，这51000枚比特币啊，值400多亿人民币。这400多亿人民币啊，已经超过了他在中国搞传销的过程中间受害者受损的总金额。受害者受损的总金额就是402亿嘛，这402亿还有很多人都返还给这个投资人了嘛，341亿都返还了嘛。那剩下的其实差额也就100多亿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法律是允许中国的受害者在英国去主张民事索赔的。中国和英国的法律又不一样了啊。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讲，这些受害者呢，只能拿回本金和一点点利息。英国的法律很有意思，就是你这个受害者还能拿到这个诈骗分子因为投资获得的收益部分。也就是说，他现在挣的这些钱应该分给他诈骗那些投资人，那这就不是小数字了。所以现在国内有一些投资人呢，委托律师在英国打官司，民事诉讼，准备起诉，要获得他的收益。当然，这个我估计都是一些大户啊。他当时投资的人，有的人都投资上千万人民币啊。那你要是再获得一些超额赔偿，说不定你还能拿到1000万、2000万的赔偿呢啊。但是更多的这个受害人10几万呢，可能投资的数额也不多，5万人民币、10万人民币，怎么有能力去英国打官司呢？据说英国现在准备搞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呢就简化这样一个模式，就是让中国的受害人可以直接拿到赔偿，就至少是本金部分和一点点利息，按照中国警方计算那个模式啊，那这就会剩很多钱。所以英国现在已经说了，这些钱剩下之后啊，很多一部分要补偿英国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剩下的部分英国政府要拿走。那关于这部分比特币啊，到底应该怎么处置啊？据说是17号这一天在英国搞一个听证会，但我现在还没看到关于这个听证会到底处理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啊。总而言之，这是非常传奇的一个部分啊。第3个部分，我就觉得这钱志敏这个人呢，挺有意思的。你别看他通过搞传销、搞比特币挣了这么多钱啊，但他本质上来讲，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他也没有特别大的这一个抱负，或者说有抱负吧，他是不是想搞一个数字国家当女王嘛？但是他对国际事务他应该是非常不了解。你比如说，他一门心思就想跑到英国，但英国其实对反洗劫那管得非常严呐，他不知道啊，他应该跑到迪拜这种国家，对不对？迪拜这种国家对洗钱就管得很松。他当然后来在迪拜也买了2套房子啊。按道理来讲，他如果躲在迪拜就不太容易出事儿，他跑到英国去就容易出事儿，他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另外，就我说的，他在出逃之前连一本外国护照都没有，跑到缅甸才开始买外国护照。那你想想，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文化程度不太高的低级骗子，赶上了风口，猪呢就飞了起来啊。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说他一共有19万枚比特币吗？这19万枚比特币，英国警方只扣押了51000枚。据他自己讲，说搞丢了2万枚，这2万枚比特币也不得了啊，值20亿美金呢。那不知道被谁偷走了，是不是美国的 FBI 偷咱都不知道啊。那就算这个，他还挥霍了一些啊，你左算右算，他手里头应该还有10万枚比特币。这10万枚比特币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谁都不知道，英国警方也没有透露。那我想这里头我提供一个信息啊，就是说他那个助手叫温检，其实现在都已经出狱了啊，他出狱了，现在又重新到餐馆里头去给人送外卖打工去了。说英国警方在抓温检的时候，在他的房间里啊，搜到了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啊，就温检写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警方破获了比特币的密码，我就死定了。”那这个纸条的比特币指的是什么呢？没人知道，到底是英国警方知道，还是只有温检知道，还是这钱志敏知道？那这可能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世纪谜团。那你想想，10万枚比特币啊，价值100亿美元。围绕着这100亿美元，也就是这10万枚比特币，我估计在未来数年的时间里头，还会成为江湖上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谜团。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22年是2万2，6个月就13万，这不是本回报，就这1个就不行，剩下那几个月里面不算没。您一共交了是多少啊？10万08千，跑去13个月，这点东西再返我们恨不得几10万的利息。我问你，有这可能吗？网上说了，比尔盖茨
世界首富都不会返你这么一个钱，你自己动脑子想想。我对这东西很反对，坚决强烈反对。3年以后承诺我们每天返我们200块钱利息，完了呢返到半年以后返我们400，跟着这不是写着吗？600、800。你看我这2份吧，一天就1000。比如说我现在您对介绍给我，您也有好处吗？他应该是好，应该有。他这个说就弄这个，咱买100个单子，想这样好第一，好第一车。今天8月份，通过朋友的介绍，这个了解今天得的，这是投了4单以后哈，挣钱，哎，正好是9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资产8万块钱到期，哎，我们俩呢就这么仿啊，再加上这个邮金，这么晚上一加呢，又弄了2单，这一下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上了6单，哎，这6单呢就是现在我就是一天呢。1000块开发酒店就每次的不是预警和报警要连着3位手完全的成立，在全国各个地方有2000多家的诺言这个运营，这一次管理有专门解决是养老以及残疾人服务这一块，而我们打造就包含了这一块，就是客户中心智能服务系统。第二块是智能手感道具系统，是干嘛呢？是专门解决城市雾霾的小人是智能电子口罩的智能系统，包括它机器人技术。陈哲敏代表区委区政府欢迎任江涛一行的到来，对项目签约表示祝贺。他说，智能手环项目的落户，既增强了保底创新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是双赢之举。陈哲敏希望双方以此次项目签约为契机，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扩大合作成果。